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卡尔玛辅助的一个绝活歌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一个对线玩法。对面的话，现在的至尊局，他这是至尊100多颗星的。然后现在的上单是吧？这边是一个炼金，对面是一个龙王，都是奇奇怪怪的阵容，可能是赛季末吧，大家都开始科研起来了。像卡尔玛的话，1级的 Q 还是蛮关键的，这里能打个消耗，然后加上彗星，起码能砸掉对面1/5的血。后续的话，你能用 Q 去消耗到就消耗，你不能用的话，你就去用 Q 去帮队友清线都可以。这老鼠，其实这里的话，其实绝活哥可以帮他 A 兵线都可以的。哇，这个老鼠一直在吃伤害。对面塞纳的前期压制力还是蛮高的。没那么好打，这里 W 链住，补一个 Q， 但没有 Q 到，消耗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像下路的话，塞纳是最难打的一个 ADC 那个辅助吧，因为他的手很长，又有回复，而且 W 的控制十秒就一个前期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蓝量不是很健康，但是 W 的链子刚好把对面射手的给断了，可惜。如果链中的话，对面卡莎没有去吃果子的话，可以直接把对面的射手给吃掉了。3级是卡尔玛强势的一小波嘛。对面好像卡莎把疾跑和闪现都交了，所以才躲掉那个链子拉出去了。像这版本塞纳还是蛮强势的，但有个点就是塞纳的话被抓，或者说不会玩的塞纳其实就那样子。但如果纯对线来说的话，塞纳真的是强度特别高的一个辅助。像塞纳的话，得要么就是你说有什么辅助好打？这里的话链住，但这个卡莎很好的走位大招直接飞到后面，完全规避了所有伤害。但这里面的话，算是射手之间的一个互换。像说回刚刚，你像想打塞纳这种。想打得好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带那个，就是你的射手，要么就是手长一点，能打消耗，或者说就是像德莱文这种，一直打高爆发，或者维鲁斯这种一直上去就直接 all in， 对面肯定打不过。这里找到对面的卡莎，这样带彗星的话就伤害很多。如果说你带了艾莉或者那些伤害，可能真的就没什么。如果好像带冰川的话，伤害也是低。
像卡玛的话，现在的话就只出个帝国就够用了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做那个什么伤害啊，不那个什么减抗。哎，这里拉过来，对面扛塔了，但还差一下，能接上一个 Q 就爽了。但对面哎，这里直接给大招，秒掉对面的，这中单也是会玩呐。像如果说你要做那种那个什么，如果那种纯辅助装，也不叫纯辅助装吧，就是那种纯给治疗、给盾那些。现在大家都出破盾那些，反倒不如你直接给帮忙补伤害会更优选一点，性价比更高一点。像你玩纯法流也可以，像就不做帝国指令，而是做卢丁出场，然后再做其他的装备。但那样的话就比较脆，一点保护能力都没有。这套的话就补点伤害。有帝国指令完全够了，你帝国指令打中以后，射手只要给到技能是可以造成额外伤害的，然后你再做一些其他装备，给自己有点肉，也能保一下队友。像现在的话，就是那种前期的伤害是靠符文，后期的伤害就靠装备。你装备的话，然后最后一件补个大法穿就够了，就是这个海劫之灵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前期也舒服，后期也很舒服。后期的话，特别是有大被动的盾，你看没有，能给队友提供一个高额的移速，能规避很多伤害。其实现在的移速优先级特别高。比护盾、给治疗优先级都高的很多，所以卡尔玛在这个版本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吃香的。像这里的话，选择做僵尸守卫的话，我是比较推荐在低酸局做，但他这局他做了那个减 CD 的，而不是我推荐的这个僵尸守卫。这什么灵性猎手？灵性猎手的话是也能减那个装备 CD 嘛。对于辅助来说的话，很吃辅助装备的效果的时候，这件装备是很好的。哦，这里的话又吃到控制了，那连接端能跑掉吗？这里吃到大招老鼠，还好是对面的拉克斯，伤害并不高，对面拉克斯装备并不是很好。这个螳螂这样子还敢挑进去，螳螂并不是很大优势的，而且也没有触发那个孤立无援。因为螳螂触发了孤立无援化，会额外造成那个50%的伤害。那这里的话，先做个救赎。像手游的救赎跟那个端游就不一样，它是每8秒的时候在自身范围内，只要队友在这个范围内都能造成一个 AOE 的那个治疗效果。而且这件装备只要遭受那个对方英雄伤害的时候，这个伤害会转化为那个法力值。然后消耗法力值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用法力值来充当那个生命值。
哦，这里给大招这种狭窄的地方，大招是特别合适的。但老鼠冲进去，直接被秒掉了。这老鼠说实话是不是一般的菜？会玩，但不多。它太早出现了，老鼠一定是要等到对面完全出现一个间隙，然后打一个爆发，开大招，直接 W 起手，大招开起来，戳，然后再一个 E 爆掉收人头，这就是这样的老鼠玩法。老鼠很简单，但他得用脑子，满脑子玩才能玩得更好。这里闪现开，直接躲掉对面龙王的大招，但没有完全躲掉，但拉开距离，在安全位置就没问题。这里的话，得到对面一个阵容闪的机会，但对面塞纳大招给自己给了个盾，已然没烫死，龙王直接 E 技能进，但是直接被秒掉。这龙王在干嘛呢？那这样的话，对面送了3个人头。爽吃，然后这边还能直接把大龙给拿下来，那这样的话完美的进入一个大顺风模式。像你到后期彗星的话，只要叠到21层吧。或者说30层的时候，那伤害高很多的。其实20多层的时候，伤害就已经算高了。搭配那个强化的 Q 技能，你会发现你每次出去看一下彗星造成的伤害也不低哦。而且彗星的话是可以造成 AOE 伤害的。如果你大招困在一起的话，是吧？那砸中2-3个人。那也不低了。对面螳螂杀心很重，直接交闪 JQ 秒掉对面中单。这里对面回家，但这可以利用 W 直接把对面打断，但射手差点把自己给 A 死了。尽快利用大龙 buff 去推对面的外塔。像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后期的卡玛，他的技能 CD 特别短，一个 Q 也就4秒钟，E 技能的话也是4秒 ，W 稍微长一点，好像是5秒还是6秒，所以一个团战，卡玛是能提供一个很多的加速的。看这里给队友提供一个加速，立刻进场，然后打各种的一个操作，然后给盾给他拉开拖站，再做一个进场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就比较轻松的一个拿下了。虽然前面有一些小小的插曲，但这问题不大。
像卡玛的大招，其实它的那个就说一定要留着，说要拿来打团战的话也不一定，它更多的是靠 Q 和 E， 然后 W 的去关键在团战中发挥作用。它大招的话可有可无，说实话。对面这样子一套打过来，还好对面不敢上，不然的话可能会被秒掉。这里找到对面的龙王，给盾给螳螂，给他一个护盾，然后找机会。在团战的时候，盾一定要给队友啊，千万别给自己，除非自己保命，那另外一回事。如果你保命的话，对残血，然后对面想来收你这个时候你拖得越久，对团战来说就是越有利。但如果说你在后面最安全的地方，你的盾一定是要给到队友。这里的话，你看到那个寒冰弹给个超远程的一个减速，根本就跑不了。那行，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